魏无羡一听，这才恋恋不舍地松开了蓝忘机，声音有些闷：“我在沙发上等你啊。”说完，便离开了厨房，老老实实地坐在了沙发上，无聊地划着手机屏幕。熬粥用的时间不长，不一会儿，魏无羡便闻到了一股香味，然后就看见蓝忘机端着粥走了出来。魏无羡抬起头看着蓝忘机说道：“这么快就好了呀？”蓝忘机点了点头。魏无羡便放下手机，一小勺一小勺，这喝着手里面的热粥，温暖的粥进了肠胃，冰冷的胃才开始慢慢的暖和起来。蓝忘机看了看时间，想起自己晚上还有一副稿子要画，于是对魏无羡说道：“我先回卧室了，喝完之后直接放厨房就好。”魏无羡点了点头，然后蓝忘机就起身回了卧室，魏无羡就从后面看着蓝忘机离开。明明一碗粥并不多，但是魏无羡却硬生生的喝了半个多小时，然后把碗放进厨房的洗碗机里面，然后看了一眼蓝忘机卧室的方向，还是没有忍住好奇心，然后悄悄的上了楼。一打开，然后进的卧室却发现门居然没锁，而蓝忘机却已经趴在床上睡着了，那双好看的浅色眼睛闭上，少了平常的冷淡和疏离，精致的眉间带着淡淡的疲惫，看得魏无羡有些心疼。魏无羡伸出手轻轻地摸了摸蓝忘机的眉，又摸了摸那俊美好看的脸，最后才落在了饱满柔软的唇上，就好像是受了蛊惑一样。魏无羡轻轻地起身，然后慢慢地低下头，就吻在了蓝忘机的唇上。魏无羡心跳快的就好像要跳出胸膛，明明不是第一次亲吻，但是却是魏无羡第一次偷亲蓝湛。亲了一小会，魏无羡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蓝忘机的唇，看着蓝忘机依然闭着的眼睛，轻声说了句：“对不起嘛，蓝湛。”此处脑补1000字。嘿嘿。魏无羡坐在沙发上，眼睫微微垂着，眼角还带着一点点红，嘴唇也有些红，有些愣神的看着面前的那束红玫瑰。蓝忘机走了过来，看着魏无羡有些无奈的说道：“这些都是谁教你的？”魏无羡道：“在网上搜的。”蓝忘机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去？”魏无羡瞬间就警惕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干嘛？我没追到你，我是不可能回去的。”蓝忘机这下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袖子说道：“蓝湛，我们和好吧，我肯定会好好爱你啊。”蓝忘机依然是有些沉默不语，魏无羡才不给蓝忘机什么反击的机会，直接就扑到了蓝忘机的身上，整个人小小的缩在蓝忘机的怀里，闷声说：“你要是不答应我，我就不松开你。”蓝忘机低着头看着魏无羡的头顶，还是没有忍住，伸出手摸了摸，轻声嗯了一声。魏无羡猛然抬起头，一双明亮的桃花眼看着蓝忘机，眼里是藏不住的兴奋和开心，说道：“你答应我了，蓝湛，你是不是答应我了？”蓝忘机亲了亲魏无羡的额头，应道：“是。”能怎么办呢？在他不远千里来英国找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心软了。魏无羡又问道：“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国？”蓝忘机一听这话是有些为难，因为他自己还有一个大型的画展，短时间内肯定是不可能回去了，但是魏婴也不能一直在这里待着，但还有自己的公司要管。蓝忘机淡声道：“我还有一个画展。”魏无羡立马就明白了，连忙点了点头说道：“没关系，我等着你嘛，你该忙你的就忙你的，然后我白天就在你家里待着，等你回来。”蓝忘机一听这话，忽然就感觉自己心里忽然塌下来一块，软得不行。魏无羡又说道：“这算不算金屋藏娇？大名鼎鼎的蓝画家，家里面居然藏着一个人。”蓝忘机有些忍俊不禁，说道：“你说是就是。”魏无羡没忍住笑出了声。还好他来找蓝湛了，也幸好蓝湛在等他，双面奔向才更有意义。魏无羡看着这一大束的玫瑰，眼里忽然闪过一丝调戏，说道：“蓝湛，想不想玩一个好玩的？”又来了，那一股勾引的劲又来了。蓝忘机最受不了魏无羡拿这种眼神看着他，沉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魏无羡像一个地痞小流氓似的，用一只手抬起蓝忘机精致的下巴，邪魅的桃花眼潋滟水光，轻声道：“玩我。”蓝忘机呼吸猛然一顿。魏无羡轻笑了一声，然后抱起那一束玫瑰，用手全部一抓，脆弱的花瓣全部都被抓了下来，然后魏无羡把这些花瓣落在地上，自己则跪在蓝忘机的身上，
吻了上去。衣衫散乱，房间里都是玫瑰的香味，眼前则是魏无羡带着媚色的眼睛。蓝忘机脑子里那根弦一下子就断了，白皙的皮肤上落下几片娇艳欲滴的红玫瑰，形成了视觉上的鲜明冲击。蓝忘机眼睛越来越暗，魏无羡小口的呼吸着，努力让自己在面方扑目攻下来，心里却想着，啧，终于勾引成功了。蓝忘机额头落下一滴汗，耳边全都是深界的人小口的喘息，就好像是单催肃清的药一样，让蓝忘机上瘾。魏无羡有些忍不住，摇了摇头，声音带着一丝哭腔：“二哥哥，你慢些，我从来都没有和人做过这样的事，呜呜。”蓝忘机呼吸一颤，动作却是更为粗暴。